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8月25日下午的16点22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外围市场表现啊。整个市场都在反弹，道琼斯工业指数、上证指数、比特币还有以太坊全部都在反弹。是什么原因构成了这轮反弹呢？我们认为这轮行情是由周线级别下跌西游2轮半的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引发的一轮周线级别的反弹，特别是在道指这里周线级别反弹之后呢，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发生了一轮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那目前呢，日线级别下跌西游走到什么位置呢？我认为走到沙僧位这个位置上。首先呢，这里是一个悟空阴线，然后八戒阴线。那当前时间沙僧阴线下方有一个30日均线的支撑，在30日均线支撑的它的一个支持下道琼斯工业指数呢在沙僧位这个位置上发生了反弹。那它的反弹呢有没有持续性呢？我认为是没有持续性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的沙僧位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悟空阴线呢是标志性的阴线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被积压了500年之后，被石头压了500年之后，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标志性的阴线叫悟空阴线。那八戒阴线呢，肥食肥喝走了出来，非常直截了当验证了悟空阴线。那沙僧阴线呢，行情开始犹豫开始震荡，所以呢这里的反弹，道指日线级别这里的反弹是没有可持续性的。后面在沙僧阴线走完之后，会有日线级别的唐僧阴线，并且呢，我认为这里的反弹是周线级别反弹之后，它有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当中的一个悟空阴线了。也就是说，这轮行情在日线级别下跌过程当中形成了周线级别的悟空阴线。悟空阴线形成了之后，周线级别悟空阴线形成了之后，还有周线级别的下跌等待着我们。这轮行情整体来说是一个下跌的趋势，因为它已经出现了同比特币相似的2轮半的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周线级别反弹仅仅是反弹，不构成反转。反弹之后行情还要继续往下走，所以呢，通过道指的分析我们对标比特币。比特币在这轮行情当中同步了美股出现了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这个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同美股的节奏是类似的从69000美金到17605这个位置上，它走出了2轮半的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同时呢，在反弹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比特币跟随美股做出了反弹，但比特币的反弹时间级别仅仅是日线级别的，并且它的日线级别反弹没有能够有效完成这一轮日线级别反弹呢，仅仅走到了沙僧位这个位置上，即发生了下跌。那这个结构呢，我们看到了从17605，也就是6月18日到这个下跌的这个位置，8月17日整整反弹了2个月。2个月之后发生结构性下跌。这个结构性下跌我们观察行情，观察这个结构本身是由波谷连线和波峰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形成的收敛三角形，在近焦点位置上发生了下跌。下跌的时间级别目前来看仅仅是4小时级别的仅仅是4小时级别的下跌，就是从25000美金到20769但是呢，这里的下跌呢符合了一个我们的预期，我们之前的预期判断它的下跌目标位是19000美金到2万美金这个区间，还有一点点就到达我们这一轮行情预判的最低点19000美金。但是呢，这里面伴随了美股这2天日线级别的微弱反弹，它出现了横盘震荡。那这轮横盘震荡，我们观察它的一个结构在结构当中，我们可以绘制出来的是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也就是绿色线这2根绿色线那在震荡过程当中以横带跌脱离了目前的结构。那这个以横带跌呢，我认为它的反弹的力度是非常弱势的
首先呢，它从25000美金到达20700美金，这个下跌是4小时级别下跌，我们观察的时间级别也是4小时。那么在小日线呢，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之后，我们观察到它的反弹的时间级别刚好在这个高点位置上，也就是22000美金这个位置上，刚好也就是形成了一个小日线的反弹。它符合了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原理。它为什么没有继续往下跌呢？原因就是当前时间是下午16点半原因是它要等待美股给它一个信号。那今天美股在分时上表现还不错道琼斯工业指数主联，也就是道琼斯工业指数的盘前合约它走出了一个还不错的反弹这样呢，让比特币的价格得以坚挺一下但是呢，我们看到它的坚挺的力度是非常弱的，甚至是还没有出现一个新高。这种情况下呢，如果美股目前来看，在日线级别上还处在一个震荡的行情下如果今天晚间9点半开盘以后，美股继续下跌的话，那么比特币的反弹这种说法也就不成立了那当然了，我们在当前行情当中仍然判断趋势上还是下跌的。为什么说趋势下跌呢？因为在24000美金之后，比特币跌破了它的结构，跌破了它的反弹结构，进入到下跌结构当中，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当前市场上所有人认为反弹的原因是很多山寨币走出了一个相对强的行情这种相对强的行情呢，我认为是以太坊对标比特币它出现了一个反弹，带动了山寨币市场那么以太坊对比特币它的反弹有可持续性吗？我认为完全没有，是完全没有。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这样的一个结构在当前的以太坊对比特币的结构当中这是以太坊价格对比特币的一个变速箱。在这个变速箱的结构当中，我们看到这一轮反弹以太坊是强势的，反弹过程当中以太坊出现了一个强势的表现，但反弹过程当中以太坊对比特币不断的接近前高，接近前高就遇阻回落我们看到接近前高的这个位置上 0.08 的这个比例上接近了前面行情 0.088 嘛差10个百分点接近到这个位置上发生了回落，并且它的回落的时间级别是日线级别的。日线级别发生回落之后，在当前的时间点发生了反弹，那这个反弹又接近了前高，所以呢，以太坊对比特币它的反弹是缺乏持续性的，并且我们在以太坊对 USDT 的行情当中，我们反复提到了一个东西，大家伙一定要注意，就是波峰连线在这里形成了这个弧形顶，这个弧形顶是最重要的压力线这个是周线级别的一个大型的压力。我们可以把这个行情打到周线级别，当前看的这个坐标系是对数坐标系，不是算术坐标系，不是百分比坐标系一定要记住是对数坐标。那在这样的一个坐标系当中，周线级别波峰连线，我们看到这个弧形顶压力非常重要上一轮行情也就是第一轮反弹到达2050美金附近，也就是这个红色线，这个红色线一定要记住这个红色线起了非常重要的压制作用。同时呢，白色线是哪里呢？白色线是4800美金，高点形成之后波谷连线连到这里对它形成了2重压力。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黄色和绿色的均线，也就是133和169日均线，同时对它形成3重压力。也就是说，以太坊在2050美金附近3座大山在那压着呢，所以在我的判断当中，我在上一个月的判断当中给出了以太坊的目标位1900美金到2100美金，最终高点是在2050我们差50个点，这个差几十个点或者差100点，这个都是无关紧要的，但是我们判断这个趋势就在这里呢。反弹到达2050之后行情发生了什么呢？震荡之后快速回落，快速下跌，并且我们看到这个下跌的时间级别，这根阴线的时间级别是日线级别的，日线级别上标志性的阴线已经出来了。那当前的反弹呢，因为这个位置上
有一个支撑，有一定的支撑，这个支撑位在1650发生了一点点的反弹。时间级别呢，我们看啊，时间级别仅仅构成4小时级别，在4小时级别反弹完成之后上方最后的压力位，也就是这个弧形顶的压力位在$1800，所以呢，现在为止，以太坊虽然反弹力度强势，但上方压力位已经非常接近，我不认为它会有更强势的表现，能突破这种周线级别的压力。这个周线级别压力我们看到一直没有突破，从它生发出来之后一直没有发生突破，所以呢，当前行情$1800，我认为是一个这轮行情第二次可以布局空单的一个时间点位。在之前呢，我给出的预测是，你布局空单要在1900到2100这个布局的点位呢是在它反弹过程当中给出的。那么当前行情是第一轮反弹结束，回打2度反弹，有没有可能成功呢？有可能不会成功，因为压力线在这儿呢。所以呢，我给出的再次布局空单的位置已经非常接近了，甚至说当前行情你可以逐步布局空单了。布局空单的点位就是在1700到1800这个附近去布局同时呢，你要设置一个止损，并且把这个仓位分散开来我们在行情当中只有几个东西，一个是趋势目前处在下跌趋势当中的一个微弱反弹过程当中，那大的趋势还是下跌。第二呢是位置，我们刚才给出了一个位置1700到1800，你现在可以布局到1800位置。第三个呢就是控制你的仓位在行情当中我给出的一个最重要的观念就是不伤害别人的同时也不要伤害自己。那怎样做到不伤害自己呢？就是控制你的仓位控制你的止损。那有些朋友会对我稀有战法表示质疑甚至说是在那个评论中说一些反面的观点但是呢，我认为我的 K 线稀有战法是结合了自然现象，很多自然现象，起码还结合了西游记嘛结合西游记的原因呢，就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那么在事实的盘面当中，能不能找到与 K 线稀有战法4次法则对应的东西呢？我认为是有的。比如说 USTC 这是原来 Luna 的一个稳定币在它的这个稳定币下跌过程当中呢，我们在周线级别上看到了其实这类的暴跌也完全符合我们 K 线稀有战法4次下跌的规律。这里面在周线级别上有悟空阴线、八戒阴线、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唐僧阴线之后出现之后呢 USTC 见底于 0.0587 见底这里之后发生了什么呢？发生了日线级别的反弹。我们看到这里面有标志性阳线，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周线级别下跌，周线级别下跌西游，日线级别反弹，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所以呢，你看似无厘头的这里面同时蕴含了我 K 线稀有战法的规律。那么这一波它的新的一波下跌呢，也是伴随了悟空阴线，周线级别的悟空阴线，然后八节阴线。八节阴线这里要合并 K 线，为什么要合并 K 线呢？因为这个八节阴线有很长的下影线，下影线出现之后呢，后面两根阴线都围绕这根下影线，它们相互之间有关联。这样形成了八节阴线，然后呢，沙僧阴线，沙僧阴线也是两根，沙僧阴线的第一个实体阴线含掉了第二根实体阴线的一部分，所以呢，这里是沙僧阴线，最后呢走唐僧阴线。周线级别2次下跌之后，目前它走什么呢？走一个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一个悟空阳线日线级别的悟空阳线，在这个悟空阳线没有打败之前呢，我们认为它是有可能发生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那如果错了怎么办呢？错了立刻在这个悟空沿线的底边线位置，也就是悟空沿线的开盘价位置做止损动作在山寨币这里，在非常无厘头的山寨币行情当中，我们同样可以运用 K 线稀有战法在这里面获利。所以呢 K 线稀有战法呢，你可以应用在任何的电子盘 K 线当中包括了美股，
美股可以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 GME 在2020年是一个非常火的一个这个美股啊。它的上涨呢，也是啊，我们看到啊，日线级别上这里面出现了一个标志性阳线，悟空阳线之后走八节阳线，然后合并 K 线之后的沙僧阳线，最后走唐僧阳线。唐僧阳线之后，行情基本上见顶120啊，120美金，然后它出现了与之对称的日线级别的下跌。这里面也可以看到标志性阴线、悟空阴线、八节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最后呢，出现了一个下跌，日线级别上涨，日线级别下跌，后面所有的行情都会围绕这个时间级别来展开啊，这里面也包括日线上涨、日线下跌，都是围绕 K 线西游这个来做的动作。所以呢，行情这个东西啊 ，K 线这个东西很多都可以运用 K 线西游战法做一个预判。那如果错了呢？如果我们发现错误的话，立刻止损。啊，在悟空阳线或者阴线这个位置上，开盘价的这个位置上，立刻做出止损动作。所以呢，在行情当中，你很多地方都可以利用 K 线西游战法。那么在当前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比特币日线级别出现悟空阴线，出现悟空阴线之后，围绕悟空阴线发生震荡，那么它下面就有可能再次发生日线级别的八节阴线和沙僧阴线，最终走出唐僧阴线完成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在任何时间级别上都可以利用 K 线西游战法来作为你行情判断或者获利的指引。那今天 VIP 群中朋友有人问 ETC 算不算反转ETC 在这轮行情当中非常重要，因为很多以太坊的算力切换到 ETC 上了但是呢，我认为这轮反弹虽然以太坊ETC 说错了 ，ETC 在这个位置上今天反弹了10%，但是呢，它仍然不构成反转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认为，首先8月19日这根阴线是标志性阴线，也叫悟空阴线，它的时间级别呢是日线级别。有了这根阴线之后悟空阴线开盘价这个位置上，也就是接近$39这个位置上，没有被行情打坏也就是价格没有到达$39之前。悟空阴线是存活的，悟空阴线之后有八节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那么当前行情悟空还火热的情况下，悟空没有死的情况下，悟空阴线没有死的情况下，行情就有可能还继续向下跌方向发展。那么当前行情上所有的上涨呢，都有可能是行情当中的妖怪，所以呢，行情仍然处在下跌趋势，反弹只是反弹，不构成反转。在悟空阴线的开盘价没有被杀死之前，这个位置呢39.75美金没有被打掉之前，行情依然是下跌方向。所以呢，你问我 ETC 是不是仍然保持下跌趋势呢？我认为仍然是下跌趋势。虽然它今天有了10%的反弹，但它的趋势呢仍然是下跌趋势。好了，这个问题回答到这儿。那么好，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淘宝、天猫拼多多、抖音上去购买我写的这本29万字的 K 线西游战法一书全文分了3部分，就是刚才我说的西游战法，还有4象战法、八卦战法在这里面都有一一的去详细的解读。然后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观看，同时呢，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